Hello，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柯洁成啊。这段时间发现蔚来有点水逆啊，在社会舆论下，好像蔚来又要倒闭了，我觉得也很神奇啊。因为我周五发的这个视频呢是上周五录制的，没想到经过一周的发酵，像这一周不是有个蔚来车主，他在蔚来 APP 里面发了一篇文章，针砭时弊的罗列了蔚来很多的问题啊，说的非常的好，像斌哥也是亲自回复了。对，像我自己作为博主的话，我看到后台有好几位兄弟也是非常关心蔚来，可以想见，就是蔚来这个车企的确是受到非常多的朋友们的关注，尤其是当这个蔚来目前表现出的仿佛没有那么好，所以我今天呢就是来录一个视频给大家聊一聊，就是蔚来最近有没有什么情况，就是今天我的标题叫蔚来近状情况分析嘛。我呢也不是捧啊，也不是乱踩啊。我今天想通过几个大块吧，第一个就是情绪面的这个分析，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基本面的分析，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来跟大家聊聊这个产品和企业的特点啊，就是蔚来呢、小鹏、理想他们这个产品的特点呢都有点不大一样。还有第四个就是蔚来现在它的开支这么大，究竟花的对不对？就是它的配套领域分析嘛。第五个就是这次暴露的这个节奏有没有问题？所以说大家有兴趣，来坐好小板凳啊，过来一起来听听。那我们来说第一个就是情绪面分析啊。为什么我把这个情绪面分析做在第一个啊？我首先想做就是给大家来做这个心灵的马杀鸡啊，因为现在这个情绪非常的不好嘛，尤其是这一周我们明显能看到就是资本市场未来的表现非常差，对比起隔壁小鹏。所以说我想说这个情绪面实际上是两块造成的，第一个就是你内部，第二个就是外来的。第一个内部呢，刚刚这个资本市场我看小鹏有段时间它都已经超越蔚来40个亿美金的市值了，咱就接近300亿人民币了，对吧？那一天小鹏超越蔚来市值，我还特意发了个微博，真的是时过境迁啊，没想到小鹏的市值超越蔚来了。所以说这一点呢，的确让非常多关心蔚来的朋友比较难受。实际上很多蔚来车主他也是蔚来的股东，当年19年蔚来这么差，也是蔚来车主们自己买股票冲进去顶住了，对吧？还有一个呢就是交付问题。10月份蔚来主品牌呢又掉到16000了，乐道呢是到了这个4000多，但是上一周我看这交付的乐道的交付量呢它又不有1000了，对不对？大家都知道这个乐道呢是蔚来的生死存亡线嘛，你如果乐道交付的做的不好，对蔚来整个集团来说都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信号。现在是什么情况？就是不论你蔚来给出什么理由，你产能也好，交付也好，还是说这次什么上海合格证也好，你别的车企没有这个情况，对吧？你理想啊、小鹏没有这个情况。像小鹏它，所以说这里又衍生到小鹏了嘛，就是外来这个情绪，你要去做对比啊。你看小鹏它 Mono M03，它交付和产能做的都非常的好，小鹏它都说扩了4次产能了。我估计我们已经加了3次产能，我估计要讨论第4次。然后还有它的 P7 加准备好了3000辆的产能，对吧？今年它就要15000，所以它做的非常棒，他们没有说什么产能不好啊、拉垮啊、什么合格证。像这个小鹏以前是 G6 它翻过车嘛，去年年中6月份 G6 发布好，它的订单量很高很高，高的很夸张，但是后来因为产能的问题拉垮了，所以说呢，小鹏后面就没有再翻这样的情况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蔚来都说自己是4块欧令，我那篇文章也看到，都说自己4块欧令激光雷达，但是智驾呢怎么没有？小鹏、理想他们做的那么好，小鹏那边的确推得很猛啊，就是天玑 5.4.0， 它那边基于端到端的智驾能力非常的快，迭代非常快。我自己呢，因为不是领航团，我现在不知道咱们未来的端到端究竟是个什么水平。还有像理想这个 VLM， 就是 Vision Language Model 呢，就是这个视觉语言模型那边基于端到端呢也是做的非常快，迭代的也非常快。所以这个时候很多车主呢可能也是在想，你这个蔚来说了很多，怎么还是比不过人家，对吧？所以说这就是3个方面导致的这个情绪。你看资本市场，然后交付量，然后这个智能化智驾，它相互影响，就导致大家非常不满意。所以我来说一下这个第二点啊，就是我们来看看蔚来究竟客观情况是个怎么样，对吧？我们来一个基本面分析嘛。那基本面分析的时候，我们要先看这个预期嘛。我们看预期，如果它超了就是超预期，没超预期就是不好。你只有满足预期了，那你才能说这基本面好与不好，对吧？但我目前想说未来反而它基本面预期都是很正常的，真的是很正常的。你们去看这个乐道之前斌哥在财报会上和机构们说的L60 今年的总交付量因为有一个爬坡的节奏嘛，所以我们
这个当然是很自然的一个规律了。我们今年的这个交付量主要发生在4季度，9月份我们会有一些交付，但是量不会特别大啊。这个就开启交付，但量不会很大。那么主要是在4季度。那我们4季度总的节奏、总的交付目标呢是2万台的这样一个交付目标。那所以基本上会逐步的增加吧，到12月份是单月1万台。供应链方面我们也在全力以赴，因为这辆车确实用的新技术非常的多，那我们也希望供应链能做好准备啊。那我们这个还是有信心的。10月份交付4000辆，这个月交付6000辆，下个月交付1万辆，然后整年度交付2万辆。反正10月份它是达成了，对吧？那这个月看看能不能达成它的6000辆的目标呢，对吧？如果它达不成，我们再来说它的交付量有问题。然后我们再去看看12月份它能不能达到1万辆的这个交付量，对吧？我看昨天广州车展铁城呢也在那儿说，明年3月份它要达到2万辆的交付量。实际上它这是一个个时间节点过去了，这就是预期。如果它没达到预期，我们才要说未来你的交付又拉垮了，产能又拉垮了，怎么屁事又这么多了，饼画的不够用了，对吧？所以我们一定要来先分析它的基本面一定要看看它究竟有没有那么严重的情况。接下去呢，就是说一下这个研发方面，我们前面是在说嘛，你看小鹏基于这个端到端的天玑 5.4.0 表现非常的棒，然后这个理想的自己的这个 VLM 和端到端配合做的也很好，像蔚来那个智驾是不是拖后腿了？但是我这里也不是想包庇蔚来啊，但是我只能说蔚来的确是没有头部的那么好。因为我们去看小鹏他是在这2年，不管企业遇到怎么样的困难，何小鹏他一直是紧紧抓智驾，对吧？尤其是像前面你跟吴昕舟配合的这么好，但是你想说蔚来智驾不好吗？我觉得也没有啊，我自己实际上蔚来的智驾用的也是非常多，我现在开了27000公里里程嘛，我的智驾有接近一半，智驾用的我自己觉得是满意的，我没有说用的不好啊，对吧？它只能说没有最顶，所以说呢，就是大家呢千万不要把这个情绪给太跑偏，因为我们一定要回归理性去看蔚来目前是什么情况。还有像蔚来我们 Nomi GPT 用的不是挺舒服的吗？你该问他的问题他都有，对吧？的确有些时候没有特别的丝滑和流畅，但的确他是第一题对的。你就说你非得鸡蛋里挑骨头，那的确我认为是没有小鹏好的啊。但是我们要回过头去看一下，难道蔚来没有领先的地方吗？像比如说智能化方面，它那个4D智能领航，像蔚来 NT2 它有空悬的版本，你 EC7、ES7、ET7、ES8， 它早就已经在今年年初就已经推的那个4D 舒适领航了，就是你过抛跳路面、坑洼、起伏啊，它都会提早的进行悬架和那个空悬的调节，车内的乘客和驾驶感受啊，都会提到一个更好的阶段。而且像我们有搭载 CDC 的，就 ES6 和 EC6， 单眼300不是也给我们推送了吗？每次像车开完都能看说，哎呀，这一段旅程我们主动调节了多少次的这个悬架，这个非常领先，那我们不能去忘记这件事儿，对吧？我看小鹏他这一次发布会也在说，他们接下去要推的它这个舒享的底盘也是类似的功能，也是要结合这个路面上的这些起伏点进行记录，然后进行提前的悬架的调控。但小鹏这边就是明显落后了1年，对吧？还有像 AEB 端到端的 AEB， 像我记得蔚来是 2.6.5 就已经推送基于端到端的 AEB， 我们都用了半年了。但是我看小鹏它在基于端到端的 AEB 也是即将推送，对吧？这里实际上蔚来也是领先半年了，所以我们不能说蔚来的智能化这家不好，它实际上都在前面。所以我们每个人一定要放宽心，不要被情绪给带跑偏。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基础补能设施，像我后面就是换电站。如果我们去看啊，像上个月蔚来换电站是2500座，我看这个月疯狂下饺子，现在已经26600多座了。如果我们再到下个月12月底去看，估计能冲到2900到3000，因为它下个月要建200多座嘛。所以我们去看这个蔚来是非常稳定的，一步在往上走的。像现在理想啊、小鹏啊、极客都在疯狂的建桩，对吧？但是建桩只是蔚来基础补能设施的其中一环。蔚来的桩非常的多啊，全国都有接近13000根桩，对吧？有这个2400多个超充站，这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壁垒啊。而且前段时间我去参加杭州第100座换电站落成仪式，那里正好是有6个640千瓦的超充枪。蔚来这边你6根枪你随便来用都可以啊，对吧？这个就是壁垒，未来基本面就类似线性外推，它是非常稳定的在向上的。但是这个情绪呢，的确是有点波动，有好有坏，有好有坏，有好有坏。所以大家
一定要回归理性，回归我们的看待我们的基本面，不要被这些东西带跑偏。我们多次强调了。那我们来说第三个点，就是魏小李的确在产品特点上啊有点不一样。像我有分享过，就是工业设计它有两种思路嘛，一种呢就是线性，就是一代一代一代，一种呢就是迭代式，这样迭代式速度会很快。像小鹏就明显是迭代式。后来我听软件开发的那些观众跟我说，像小鹏这种也叫做瀑布式，因为我不是软件开发的嘛，但是可能你明显看到小鹏它的迭代速度非常快，像 G9 它是800伏碳化硅激光雷达空悬，对吧？像 G6 它就已经上升到这个前后一体压铸的扶摇架构了，对吧？到 X9 进一步完善扶摇架构，像现在 P7 它都已经进化到16000吨压铸机的这个扶摇架构 2.0 了，对吧？但是它的代价是什么？对于原来的车主它是有一定的损害的，这的确是真的。像我自己原来小鹏 G3 的车主，我能清晰的感受到，最早开始推出那批车是365的续航，后来没几天它就给你顶到400续航了，这是一种背刺，它实际上对于企业和产品的形象损害是很大的。像现在这种套路和这种思路啊，实际上是非常不可取了。我们去看极客它001一年换3代，对于极客来说你必须得换代，对吧？你本来是 Mobile iQ4 的这个方案，但是你这个支架明显是不行啊，那你只能换这个双 Orin 的，对吧？所以我们去看它这个对于极客的品牌的伤害非常非常的大。所以我说这个是有好有坏，像蔚来就很典型的，你一代一代一代去叠，你 NT1 有这么多车，你 NT2 你5566778都有8款车，对吧？所以这就导致了现在看起来好像小鹏那边起势了，蔚来这边怎么没有起势？实际上就是因为他们产品特别导致小鹏它是一款疯狂往上叠，但是蔚来它是一代一代，它一个周期呢稍微长了一点。但大家不要慌，它有它起势的地方。只要我们回头去看到23年的时候，蔚来发了这么多款 NT2 的车型，对吧？我们可能能看到，可能26年、27年，蔚来也会发非常多关于 NT3 的车型。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心放下来，这个是产品特点导致的。我们不能说相同的情况去分析不同企业的特点，这肯定是一种非常不科学的分析方法。所以我们一定要这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啊。然后我们再说一下这个第4款，就是关于配套方面的分析啊。我们看蔚来现在每一个季度研发费用和 G&A， 就是一般行政性开支啊，都差不多在50个亿左右啊。像很多观众还有很多关心蔚来朋友，还有很多股东呢，也是在想，哇，你们这蔚来怎么这么高的研发投入？究竟靠不靠谱啊？究竟有没有用？实际上我们一个个来分享，像研发可以清晰的看到，像蔚来在操作系统、像芯片，还有像蔚来 NT 3.0 的研发是非常的关键，它都是抢先一步的。像我们这个操作系统，斌哥是20年就决定了嘛，现在已经正好4年过来，差不多已经孵化完成了。你这个操作系统，你们明显能看到，像乐达 L60，我们在那个车机上，你去调控这个乐达 L60这个座椅啊，它的延时是非常非常低的，真的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啊！这延时低有什么用啊？那你如果是120码，你多30毫秒的延时，你就是多1米，实际上这1米就是你生和死的重磅线了，对吧？还有像这个芯片，你现在再想去搞芯片，你看今年特朗普一上来，台积电又说不能给我们中国搞芯片了，对吧？这个贸易保护和科技保护它会越来越严重，你现在不去搞，你以后你就得等着。像我看英伟达那个送雷神芯片，就下一代就 Orin X 下一代芯片，它又跳票了，可能要26年才能上来了。本来明年极客001它要上这个所有芯片的嘛，那等于你极客001，那你要等到26款它才能上这个所有芯片，算力更大。但是它跳票了，所以说跳票就会导致所有的产品必须得要做顺应的调节，对吧？前两天我看大标车它拆解 L60， 它因为采用全车的全域的900伏，它发现它的高压做得非常的好，它的线数非常的少，你线数少了25%啊，那你的重量也好啊，热量损失也好啊，对于你整车的这个成本也好啊，都用这个技术来降本增效，而非这种过去就是菜场你骂街型的，说我便宜1块，我便宜2块，我便宜5块。它这样导致你这个品牌往下降，产品的利润率也在往下降，这种恶性循环，你会发现现在有一个车企已经走向这条路径了。我就不想说是 B 开头的，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服务它真的是个壁垒，你们千万不要小看。我随便举几个例子啊，像蔚来的到服，我们现在蔚来车主真的很多时候真的是需要一个到服，你花个100块钱给你提供1个小时，需要帮你帮忙。实
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而且它到服它涉及的是很多很多的，因为我们客户有很多的需求，它都要去适应，所以这个东西你要越早去做，你才能踩出越多的坑啊！它这里面的门门道道非常的多。我再打比方，前段时间我去洗车，我们自己未来呢是有专门的合作洗车商，但并没有贵很多。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但会发现他过来会直接问你，你是用未来券还是用积分还是用钱，对吧？他会问得很仔细，让你觉得很舒服。然后他会直接进来就会帮你做好这个洗车模式，不需要我们自己去打开洗车模式，因为洗车模式你开的话，我们人走开，这车不会自动上锁了。对，这东西用过你就出不去，它这个非常棒的商业模式。还有一个像换电站，换电站是要花多少大的精力，还有要多少的团队啊？前段时间我在看那个新疆能源团队多少辛苦啊！为了搞换电站，新疆这么大，为了搞那个充电站，你要去拉电缆，去找电龙，然后要找场地，然后你还要去调节各个方面、各个场地方、相关方的利润。现在未来已经把所有的这个换电站的流程都摸出来了，对吧？如果你没有自己品牌这个独到的补能设施啊，对于这个用户的体验来说，这真的是打折扣的。这个只有我们自己开过纯电车主人才能切切实实体会到的啊。所以大家呢就把这个心也放下来。的确呢开支很大，但是后面它赚钱赚的会非常快，它会到一个量变为质变的一个临界点，它会歘就可以开始往上走了。那 OK 啊，跟大家说到了这么多基本面啊，还有这个产品特点、企业特点，还有这个什么配套领域各方面开支的情况。具体未来现在遇到什么情况呢？我不可能一天到晚就说未来好，对吧？那还是要说一下，就是这个 L60，我个人认为也是在于它节奏有点问题。但是它节奏问题呢，不在于它的产能，我还是觉得是在于它的这个策略。它上的还是快了点，能明显感觉到，一个是换电站还没有准备好。现在这个换电站，一个是3代站的改造，一个4代站的铺设，都是这2个月才开始加速。如果你说到这个月或者10月份来发乐刀，这个可能会效果会更好一点。还有一个呢，产品太新，乐刀呢是作为 LNT 3.0 的第一款车，还有再是像 ET7 之前，蔚来 ET7 和 ET5 啊，他们都是什么新工厂、新的产品，他们都需要一个爬坡期。这个爬坡期正好都是凑到了，你又是新产品，你又是新代际，导致它是双重往下降，有个负面的因素嘛。我还是很担心啊，就是明年 F3 乐刀 L80 它如果也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还是很担心的。当时 ET5 也是这种天量的这个订单都没有把持住，因为你是 F2 的新工厂，你又是新的产品。而且我前段时间听斌哥说乐刀 L80 又是什么颠覆式的产品，我的确有点担心哦，这个的确是担心，这会需要新的产品、新的技术，这个产能到时候又要拉垮了。乐刀 L60 它是4D 毫米波雷的嘛，实际上它就是类似激光雷达，它的穿透能力在雨雾更强嘛，这个又是需要这个企业去爬坡，所以我说，这方面能不能做好点？还有这次乐刀 L60 在交付之后呢，还能暴露出它的车机优化的没有特别好，还是有一些 bug。现在已经在稳定的在迭代中了嘛，对吧？还有一个就是在传播方面，蔚来的确是比较落后的。前段时间我在听蔚来 Neo Radio， 就是 N1。里面说到未来它是遵循的价值观，远见、行动、关爱、真诚这个价值观啊，怎么说呢？首先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个人认为就是在不同的时代，你要用不同的特点去做。我们还是这句话，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去分析，我们要实事求是。不知道未来是不是打算等到 NT3 产品铺开之后再去起势？斌哥是觉得这个时间点去吵架就是浪费钱。虽然前面我说自驾不是最好，但的确是第一梯队。但我想说，我们未来能不能做到最好？因为我们毕竟是4颗欧瑞加激光雷达，就是该有的也都有了。还有个智能化，像免唤醒功能啊，小鹏是早就有了。像未来我们也是刚刚才有。你免唤醒就不需要这个说触发关键指令嘛？我现在就不说了，否则等下车里又说来了。那 OK 啊，那反正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了。我还是希望大家有这种很好的机会啊，这种很多坑的确是通过情绪砸出来的。那如果我的分析大家你能感觉到你基本面啊、产品特点啊，还有这么多配套的费用的支出啊，像它都是在稳固进行的，还有在换电站的铺设，现在正好在换电嘛啊，没有任何的问题，大家把心放下来。像我们这个产品力非常的强，未来现在 NT 2.0 的产品都这么强，你这个算力有谁能顶，对吧？还有这个换电、这个电池的迭代，它都能享受得到。像斌哥一直在说这个亚马逊云，对吧？亚马逊云它也是把这个自己的势能慢慢的累积起来。你看现在像 AI 的话很需要算力，亚马逊云它是赚很多很多的钱的。
你那1-2年就给你赚回来了。像特斯拉也是一样，之前 Model 3也是经历这种地狱产能，对吧？后来马斯克自己去工厂里睡了这么长时间，把这个地狱产能的问题给解决了，后来起势就非常的快。大家一定要把这个信心做好，我们还是要回到基本面，就我们不能看当下，我们要看明天，我们要看后天。如果后天的事是对的，我们就要去做。如果我们就看今天的话，现在说增程卖得好，我们就去转增程。我没有说小鹏它是纯电先做得好再去转增程，但是我想说别的车企啊，就是跟着增程，这么小的一个电池用了多少难受啊，是吧？那 OK， 那今天视频先到这里了。今天就是周日会发出来，到时候周一下星期毕竟要到财报日了，我们希望有个好的表现，把这个情绪给拉回来。那 OK， 那我们下视频再见喽，拜拜。